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方伟时间的周末直播问答。现在是美东的晚上的10点钟。那这个时间呢，一般就是我就跟大家，主要是解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吧。如果大家有的话，哈，现在直播的留言框已经在这里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那里留下来。那另外呢，当然我也准备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吧。总之就是希望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好，那我现在先说一下今天吧。今天的情况是什么？今天是复活节的前一天。我们都知道复活就是指的是耶稣受难之后哈，那么3天之后复活，那么这个节日就是复活节，这英文叫做 Easter 哈。嗯，那复活节无疑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重大的节日，或者说是基督教它叫做 Holy of the Holies 哈，基督教最神圣的这么一个节日。那么也就是耶稣以复活的方式显示他的神迹哈。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基督去世之后哈，他的叫做门徒吧，一个个全都跑散掉了啊。除了一位是吧？除了约翰。那但是在这个基督复活之后呢，他们一个个再回来，那么经历了这样一个怎么说呢？痛苦或者说怎么讲？这个恐怖吧，恐惧，然后因为神的神迹吧，重新再坚定他们的信仰，再走回来，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复活节也是这么多年来吧，这个是几千年来的这个200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成为基督教的一个节日。因为基督教美国嘛，美国是个基督新教立国的国家，再到后来呢，美国各种宗教在美国都是得到认可的，都能够共存，而且互相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宗教冲突哈。所以美国的基督新教也好，这个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甚至包括无神论，在美国都能够共存。好，那么每年的这个每年的复活节呢，白宫都会做一些活动哈，叫做复活节滚蛋活动，就那个小孩子啊，就小孩子的活动哈，一个蛋在草地上滚啊滚啊往前推。那么这个滚蛋上面就有一些绘画，所以这个滚蛋活动的叫彩蛋，复活节彩蛋的艺术比赛哈，就是白宫这个复活节传统的一部分。那但是今年就很奇特的就是说，在征集这个艺术彩蛋的宣传单张上这么说的，他说提交的复活节彩蛋设计不得 must not 很严厉啊，不得包含任何有问题的内容。什么叫有问题的内容？宗教符号 religious symbol， 还有明显的宗教主题或者党派政治的声明。复活节的彩蛋的艺术设计不能带有宗教符号。复活节本身就是宗教节日，宗教节日不能带有宗教符号，这是什么情况？所以呢，这就是第一个，这是前天出来的消息哈，让很多人是非常的吃惊。那么在今天呢，这个拜登今天做了一个指定哈，他做了一个正式的一个公布。当然，拜登上台以来呢，就是上任以来一直是把3月30号哈，把它指定为叫做纪念跨性别 transgender 哈跨性别者的运动的日子。那今年这个日子呢，就是恰逢复活节的这个主日啊。那对于一般来说，我想一般的传统的，我到美国30多年了，传统的政治人物碰到这种撞车的时候，他都会回避，他也许就宣布4月1号是，或者4月2号是，或者3月30号是，比如说今天而不是明天。但是拜登还是说正式发了一个这个叫做白宫的一个公告，就是说3月31号。就是叫做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什么叫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 就是叫做变性者可见日啊，就看得见变性者可以走出来，就这么个意思。那么对于美国的基督徒来说，那简直就是直接就把这个复活节夺去。美国的最高的叫做什么来着？最高的叫做highest office 啊，那么最高的职位的这么一个权力机构。把复活节这一天宣布为这个变性者可见日，变性节吧，你把它叫做变性节好了。所以都非常的愤怒哈，所以今天是各界宗教界全在发声明来谴责这件事情啊。川普的办公室就直接就讲话哈，就说这是一个怎么讲呢？这是一个对宗教的这么一个公然的无视，甚至一个蓄意为之哈。那这个众院的议长哈，强生他就说禁止神圣的真理和传统，同时宣布复活节日
为这个跨性别日，他说这是一个令人这个愤慨和憎恶的。他说美国人民正在注意到了这一点。那川普的小儿子唐纳德·川普在 X 上写到说，这是左派，这是叫做跨性别transgender， 这是左派的新宗教，他们希望人们崇拜变性的旗帜，而不是上帝。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的众议员叫戴安娜哈什巴格，他这么说，他说这个宣布是故意的 ，is intentional。他并且抨击说这是对基督教公然的漠视，是对基督教的直接的攻击。他说很明显，左翼决心破坏我们的宗教和传统。他说这不仅是公然的无视，而且是蓄意为之。那么呢，他说我们呼吁这个拜登的竞选团队和白宫向全美数百万的天主教徒，它就是 millions of， 你翻成数百万也行，翻成这个叫数以千万计也可以那事实上，美国的这个基督徒和这个天主教徒加在一起，我想应该是过亿了那么就是数千万、上亿的天主教徒和宗教的基督徒道歉。他们相信明天只有一个庆祝活动，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好，那么这就是今天的相关的一个很重大的消息真的是 incredible 因为我在美国真的是我30多年吧，大家知道那美国的政治人物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对不对？他不是这个国家一部分人的总统，所以他都会考虑到各种族群的一种需要。他在做一个公布的时候，他就会照顾各方面。比如说，真的两个不小心撞车了，他会回避这个某一个日子。但这一次呢，就是直接是这么来所以我不知道您怎么感觉您的感觉是什么？好，那么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盖勒普我说一下盖勒普的一个民调。盖勒普是周五，也是今天公布了一个这个民意调查，它显示说是非法移民美国人对非法移民和未来的可能发生的恐怖攻击，那么的担忧在过去1年中是有所增加。那么怎么讲呢？就是对非法移民激增这个本身非常担心的美国人，比上一次民调增加了7%，大概4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担心这个问题。而在2023年去年3月份的调查是41%，所以41涨到48%。那么同时呢，这里头的到底这个增加的比例是来自于哪里很有意思你可能没想到，它的增加的比例是来自于跟民主党人的担忧加剧有关。因为这个对最近的调查显示，那有27%的民主党人非常担心这个问题。你听起来并不高但是你要知道，去年3月份它的比例是14%，等于是翻了1倍。那相反呢，这共和党人呢对非法移民的担忧呢下降了1%。当然了，我想1%就在误差范围之内吧。就是从去年的74%到今年的73%，所以基本上持平吧，就这么说。而独立选民的担忧呢也是略有上升，从去年的39%上升到今年的44%。OK， 还有下一个就是非常担心未来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那么去年是36%，今年是43%。这里头共和党人对未来恐怖攻击的这个担忧是最高的，那达到59%。而独立人士呢，他的担忧是41%，和这个民主党是32%。在所有担心的这些事情中当然了，最担心的虽然通货膨胀有所下降，但是美国人民担心的前6大问题第一个还是通胀，第二个是犯罪和暴力，就是 crime， 第三个是无家可归 homeless， 和这个饥饿，在第4是经济，第5是医疗保健这个 healthcare， 第6是联邦支出和预算的赤字。OK， 这是相关的一个情形好的，那就是这相关的一些消息另外跟大家说一下那个 FTX 就是以前那个加密货币第2大的那个交换所 FTX， 它的创始人叫山姆·班克曼·弗里德，我也是把它叫做三板斧他叫 Samuel Bankman 这个Freeman，那么叫做三板斧三板斧呢，星期4因为诈骗数十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总共是87亿美元，被判入狱25年。这因为这么一个犯罪那么虽然它的金额真的是非常大是历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之一。我们都知道以前那个麦道夫他是诈骗了600个亿，那这个年轻人呢是诈骗了87亿。
但是呢，大多数的这个 FTX 客户最后都通过他破产期间呢，把他财产查封之后，他们找回来了他们大部分的钱，所以损失呢还没有那么惨啊。OK，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对他的判刑是25年。这25年的刑期呢，是对于他今年才多少岁？33岁吧，啊，33岁哈。所以这是对白领犯罪，这就属于白领犯罪哈。对于 white collar 这个 crime 白领犯罪的一项算比较严厉的判决了哈。他这个整个的判决过程是这样的，首先他的律师就要求说，就判他6年半就好了哈，因为他的意图呢是他一直都说要用自己的财富去改善世界。当初他是著名的所谓叫利他主义者，这是英文叫什么 altruism 哈，总而言之吧，他都一直是打着高大上的旗号哈，到处捐款哈，说是要造福社会。但是呢，检察官在法庭上就证明出来，他的行为是最大化自己的财富、自己的钱。他用客户的资金购买了巴哈马的这个非常昂贵的房地产，然后呢，到处捐款给这个左翼的政治人物，然后进行就是风险过当的投资，并且扩展自己的加密帝国哈。所以这三板斧呢，他说在法庭上说，从客户账号中消失掉的几十亿的美元呢，是由于他无心之过啊。但是呢，事实是他设计了非常复杂的系统，来掩盖自己的欺诈行为，对公司FTX 的员工呢也是有意的欺瞒。那么这个弗里德呢，在法庭的声明，他讲了20多分钟哈。那么在跟法官说，他对发生的一切都感到很抱歉。他说，归根到底，我辜负了我在乎的每一个人。不管怎么说吧，他也许说的尽力显得诚恳，但是陪审团呢就没买他的账。陪审团不接受弗里德的自我辩护哈，法官也没接受。法官在判决的时候这么说，他说这个人如果早点把他放出来的话，有可能在未来还会做出很糟糕的事情，所以这对社会不是一个小风险。OK， 所以呢，也许吧，法官这么判，这个是判下来哈，是要对其他人做警示，不要忘记金融的基本规矩哈，不能把别人的钱就是违法扒到自己手下哈。这就是这个三板斧吧，他最后判决出来的其实是30多岁，他如果服刑完毕的话，那就是50多岁了。当然了，美国的监狱很多就是你在监狱里头表现良好吧，过几年又把你假释出来，所以也未必会关那么长。但是不管怎么说，就这个刑期本身呢，那确实是听上去是蛮严厉的哈，等于是他关到50多岁才能够出来。好，这是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好，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哈。那 Truth 就说这不是一个，我想你讲的就是叫做复活节哈，复活节变成变性节，你说这不是一个政治观点问题，而是一场正与邪之间属灵的征战。人们如果再不醒悟，地狱之门已经敞开，等待那些追随撒旦的人们。是啊，我是非常同意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变性哈或者同性恋，在美国的兴起的背景，我其实在上个星期给大家专门讲过这个事情哈。我讲的当初就是Curtis Bowers 他在 UC Berkeley 参加的1992年的美国共和党的年会中，他们专门讲到了其中的一个攻击美国的策略，就是掀起同性恋的这么一个潮流。为什么要掀起同性恋的潮流呢？因为整个的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攻击就是要摧毁美国的繁荣。摧毁美国的繁荣的方法是要摧毁支撑美国繁荣的支柱，这里头有自由企业。繁荣的自由企业不断的创造财富，那么有就是美国的原子家庭哈，还有美国的宗教，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政教哈都是不认同同性恋的，更不要说这个叫做变性行为了，他都不认同哈。那如果说同性恋呢，在当时1992年，在那个年会上，共产党人认为，如果让同性恋在美国成气候，绝对就是自然就拆掉了美国的宗教。因为你如果宗教大行于世，但是跟宗教完全冲突的这么一个概念或者行为，在美国大行于世的话，那让人还怎么去相信宗教呢？对不对？就会宗教自然产生怀疑。所以呢，同性恋在美国的兴起，在当初以我的了解，它是有意为之哈。当然到了现在，同性恋已经不够了，现在变成是个变性。所有这些东西跟宗教的教导和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政教都是讲天生男女哈。天生男女，男女有别，男女要平等，就是 they are equal in their different roles， 男女是平等的，但是以他们不同的特点而平等。
男女平等不是男人做的一切事情女人都能做，或者反过来哈，女人做的一切事情男人都得能做。No， 从来不是这样，天生男女各有用途，各有使命，各有特点，人各得其所，这才是最好的。所以呢，men and women they are equal in their different roles。Not equal in their pay, in their strength, in every way, shape and form. OK， 不是那么回事哈。所以在美国国会呢，其实每年都在推一个宪法修正案，叫做 Equal Rights，Equal Rights，Equal Rights Act。Equal Rights Act 就是叫做什么来着？听上去很好听哈，叫做平等权利法案。这平等权利法案说白了就是把性别全部抹掉，在一切社会问题上、待遇上一切方面。机会上，男女都是完全平等的，没有这个叫做性别之分。那么这个事情如果通过的话，它在1972年差点通过哈，1972年、1979年啊，70年代差点通过，因为你要改宪法的话，你要2/3的国会通过，2院通过，3/4的州通过。什么叫3/4州通过？就38个州通过。结果它最高冲到32个州，就差6个州没通过。那么结果没闯过之后呢，年年再来闯关，再也闯不过去了。到现在呢，美国的价值冲突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基本上双方是5-5波。在5-5波的时候，你想拿到3/4的任何的这个美国的州的或者38个州的认同，有争议的话题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哈。所以这个 EQA 呢，这个对是说错了 ，Equal Rights 的 Equal Rights Act，ERA， 这个 ERA 再要通过的话，就是在我看来目前是不可能的哈。但是当初是非常的悬，如果一旦通过的话，美国会引入一大堆的非常非常荒唐的事情就会出现。对啊，那就等于是好吧，那打篮球吧，那男女混队好了，也什么都没区别了，男女是没有区别的哈。这是不行的。所以呢，同性恋也好，变性也好，一直极左派一直推这个东西，推到后来，其实你不讲，它也是对宗教的威胁。这是为什么今天宗教界非常的愤怒。现在呢，直接让这个节日跟宗教的基督教最神圣的节日哈，我得说，基督教最神圣的节日大概不一定是圣诞节，而是复活节，因为它是代表着耶稣受难之后复活的这么一个日子哈。所以把2个日子完全重叠，那你想基督教什么感觉？基督教什么感觉？为什么美国总统不考虑美国这么多的基督徒，将近1亿基督徒的他们的？我说基督徒就包含了新教和天主教哈，也包括对他们的这种怎么讲呢？他们的尊重，他几乎不表达这种尊重是非常非常反常的。但是也看得出来哈，美国对于这个宗教反宗教吧，极左派对于反宗教、对于反传统的这么一个力度已经到了相当强的程度，在过去的3-4年内哈，这个烈度强度迅速上升。好吧，那个 Masuni Manston 说，方伟老师怎么看待南方州未来的发展？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靠海有没有可能成为新兴的经济大州？Good question。我觉得啊，我是这么看的啊。当然了，这些州都叫做什么Sun Belt 啊，叫阳光州，他们叫阳光州，就是因为靠近南边嘛，太阳很好哈，常常都是晴天丽日的啊。阳光州在很多方面已经展现出不错的经济成长了。那么未来是否成为新兴的经济大州，很有可能。为什么呢？未来呢，在我看来，未来就是蓝的更蓝，蓝州更蓝，红州更红。啊，因为双方在价值观上是不能够 reconcile 哈，很难共存。那么于是呢，就是保守派的人就会搬去红州，那么自由派的人就会挤到蓝州，就会变成蓝州更蓝，红州更红。那么在我个人看来呢，红州对自由经济的尊重哈，对于这个劳工的不是劳工，对自由企业的保护是比较好的。所以从长远来看，经济的赛跑哈，你就好像是一个怎么讲，一个社会主义州跟一个叫做自由市场的州的竞赛。那么那些南方州是不是以后经济会起来？很有可能哦，我认为很有可能。好的，那 AYG 说，方伟先生怎么看待前几天有媒体公布马斯克要跟美国情报单位打造间谍卫星网，引起中共非常不满，对马斯克在中国的影响有多大？这很有可能啊，马斯克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呢，他跟美国情报机构打造这个间谍卫星网，对吧？
因为马斯克自己已经有一个卫星网了。那美国的情报机构找他呢，也是非常可以理解，对不对？他要找最好的技术嘛。那么引起中共非常的，我没看到这个新闻哈，但这件事情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对，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中共非常不满意也很合理啊，当然很不高兴了，对他在中国的生意影响也很大。他现在中国的生意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他的特斯拉现在已经卖得不好了。比亚迪也好，其他的这个叫做电动汽车在中国迅速上升哈，并且侵吞吃掉这个，让特斯拉失去它的市场，这一点呢已经是一个现实。所以呢，马斯克什么时候醒过来就看他吧。我想他是个聪明人，应该不久能够知道。所以对他影响有多大？那当然有影响很大。但是马斯克他上海工厂哈，是不是他的致命的这么一个怎么讲呢？会不会上海工厂出问题？会不会让他垮掉？不会啊，他在全球各地都在造他的新的超级工厂。琳达丁说又有一个桥被撞，是吗？我不知道啊，又有个什么桥被撞，麻烦贴个链接好不好？我到时候我一边说一边可以看一看啊。现在移民美国是不是去洪州好点儿？看你要找什么了啊？看你要找什么了。华人在纽约州和加州是最多的 ，OK， 因为华人的生活环境啊各方面都很习惯，但是你要是看你要什么了哈，你要是扎华人堆，那么可能这些地方目前还 OK，但是旧金山我建议不要去啊，因为旧金山实在是衰落的太厉害。纽约的法拉盛好像还是很旺哈，所以短期内会不会出问题？短期内可能不会，从长远那就不好说。那如果你要去经商，你要是小企业主的话，我确实建议你去洪州。对，包括很多洪州，像德克萨斯州啊，连州税都没有哈，很轻商哈，叫 pro business。如果你要经商的话，那会挺好的。Melissa Chang 说，如果美国那么多基督徒，为什么教会还会邀请Fannie Willis 或者白宫新闻秘书去演讲？因为有不同的教会呀，因为有不同的教会。OK， 我不能说请他去的教会是哪个教会，因为我没仔细看。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就像在1992年的这么一个共产党的年会上，渗透教会、渗透神学院，就是美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任务。所以很多教会奇奇怪怪的，打着教会的旗号，他干的是对神不敬的事情哈。这在美国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所以这件事情也不稀罕哈。方伟先生怎么看待巴尔的摩桥被撞毁的事件？有人说是中共的黑客飓风操控的，您认为呢？哎，这个话题我其实没有花时间讲，我没有时间讲，我就在这顺带说一下，我就给大家提这么一个问题：这种远洋巨轮呐，它的那个 power， 它的那个叫做什么动力系统，那都是相当完备的。船走得好好的，动力系统没了，首先这就是一个极小的概率事件。然后呢，这些动力系统一般都有备用啊，没电了马上就新的电就上来，这就是每一艘船都会有。结果就是上来的电力系统也不行，两个小概率事件乘在一块儿，它两个系统同时失灵，这可能性是极小的。结果它失灵之后，这个船是往前走，对不对？这个船它没有动力了，这个船将要转个弯，直奔这个桥墩冲上来。大家想想看，这个概率又是多少？这又是个小概率事件，3个小概率事件乘在一起。第4个撞的这个桥叫做 Francis Scott Key， 这是作为美国精神、美国立国的一个地标。在这个桥的这个叫做西边这个桥墩下面的有个堡垒，这个堡垒叫做麦克亨利堡。那Francis Scott Key 呢是写美国国歌的这么一个诗人，这个麦克亨利堡就是美国国歌诞生的地方。OK， 所以呢，就等于是以他的名字所命名的桥就这么撞下来。万吨巨轮的动力系统在出发前都要被检查的，检查完了之后，然后来个失灵，备用的动力系统再来个失灵，然后失灵的你就往前走啊，顺着惯性往前走啊，你不至于撞到那个关键的桥墩上面，他还转弯去撞那个桥墩，最后撞下来的是 Francis Scott Key 这个大桥。所以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当然了，用这个福林将军他就说这叫做黑天鹅事件。什么叫黑天鹅事件？就是非常小概率的离奇事件。当然他没有讲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还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让我很觉得不以为然的哈，就是什么都没有调查。马里兰州州长
和拜登总统就说这件事情是意外事故，他准确的得说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说到这儿就完了，他没有必要说这是一个意外事故，他没有调查，他怎么能做结论呢？他怎么能排除不是有这个恶意攻击呢？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是 highly suspicious， 我非常非常的怀疑。OK， 当然了，这件事情能不能有真相，那就很难说了，对不对？因为他的调查哈，他调查未必会公开，所以我们不知道。哦，阿肯色大桥被撞，真的吗？Really？ 那就不是开玩笑的了啊！如果联系，等一下哈，这等于是一边做节目一边做新闻调查。我打开另外一个电脑，然后我需要来查一下。哦，这样吧，好不好？新田给我们查一下。新田说一下啊，这个阿肯色大桥被撞，男女有别。Oops，那个，那新田查到之后呢，能给方伟一个简单的一个怎么讲？稍微等我一下啊，因为我在登录。如果阿肯色大桥再撞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太有意思了，也不能太有意思了，这个词都用的不好哈，这就是太诡异了。那几乎就可以说这个叫做，我没有看到哈，我没有看到。如果看到的话，你就把它贴出来好了。我现在没有看到阿肯色大桥被撞的消息。OK， 好吧。当然了，如果是恐怖攻击的话呢，那肯定不是第一桩，它就会第二、第三出来，迟早我们会知道。好 ，Masuni 又说，方伟老师从 FDNY 让几所 AG 几所的纽约州检察长啊，司法或者叫司法部长叫做詹姆斯出丑，并且把他们的诉讼挡回去。到 NYPD 直接让州长从葬礼上滚蛋，是不是说明地方正常的公职人员对于几所公务员的愤怒在爆发进行时，只要有人站出来就会蜂拥而上？这是个很重要的消息啊！那个我其实跟大家讲一讲，大家知道那个纽约的警察31岁的，家里小孩子才11个月啊，儿子刚刚第一个儿子11个月。那么纽约的一个警察叫世代，他家里很多都做警察 ，Jonathan Diller， 那么被一个惯犯被抓了21次，判了2次徒刑，被抓9次重罪被抓，这么个人，拔出枪来打到他的腹部，把他打死。然后呢，纽约警察工会，我跟大家前2天做过节目，纽约警察工会直接呛声说，我们不要你跑到这来假惺惺的跑到我们的葬礼上，不是葬礼呢，是讲的是它叫守灵啊，叫 the watch， 叫守灵仪式上，在这儿掉你的鳄鱼眼泪。结果呢 ，Letitia James 来了，司法部长，纽约州的司法部长来了，他的家人直接说不让他来。纽约州长来了，待了10分钟想进去，他的家人加上这个，就通过这个警察工会主席跟州长说不要你来。州长在那里讪讪的待了10分钟，走了。走的时候大家鼓掌，就是民心所向啊，就是叫警心所向。真的是这次纽约警方真的一点都不客气啊！说实话，他们还是他的上级呢，上级的上级哈，根本不给他客气的。而川普总统来的时候，他的祖母哈，这个警察的祖母说：“我能不能抱一抱总统？”川普就答应了，所以啊，这两边的对比，你看多大。与此同时啊，在川普来守灵的同时，3个民主党的前总统在无线电音乐厅在那筹款，兴高采烈啊，筹了2600万美元。川普呢在那边守灵，长岛40英里之外守灵。这件事情对于美国的警察界来说，那真的是触动是非常之大。真的，这个拜登，我觉得真的是失算了哈，他失算了，他这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对，总之吧，现在大家看到了，这警察根本就是不管你那套的，你什么老板的老板啊？他家人包括警察工会主席根本就不让他来，你要流鳄鱼的眼泪，我也不让你在我这儿流啊，就这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件事情真的很说明问题啊。对，琳达丁说，一条船把阿肯色州的大桥的桥墩给撞活动了，就是没有撞垮是吧？是波船啊！这新天有跟我说一条波船 ，very very interesting。那这件事情绝对值得追下去哈，到底什么情况？当然因为你撞个桥墩呐，你有时候你能把桥撞垮，有的时候就把船撞烂了哈。这桥墩撞不动是很有可能哈。好的，那我看看还是没别的问题哈。
包括说，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包括另外一个事情，我在推特上有发，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了。那个在拜登和奥巴马还有克林顿在无线电音乐城哈做的筹款的晚会，外面一堆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和这个哈马斯的人在那抗议，从头到尾哈一直在那叫，一直在那抗议。这里头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说，大家知道民主党有一个传统的支持的盘面。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叫做以色列人啊，不说错了，这个叫做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虽然只占美国人口的3%，对吧？就3%，但是他们的实力非常大，他们在美国有叫做不对称的影响力，无论是在政界、商界影视界都有不对称的影响力，包括说教育界。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在我看来就是说哈马斯也好，巴勒斯坦也好，或者支持他们的人。这些伊斯兰人呢，这叫做被压迫种族。我说了，美国没有搞阶级斗争，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搞的是种族斗争，挑一些他的种族去针对白人种族，这就是美国的种族斗争。那其中挑中的一个就是阿拉伯种族，那么伊斯兰族的人但是呢，他们对以色列是非常敌对的，所以因此就造成了以色列也是他们的这个民主党的盟友那这些这个叫做伊斯兰教的人也是他的新的盟友，双方出现冲突怎么办 ？OK， 这是问题啊，都出现问题怎么办？因为在我看来，民主党呢，他主要是为了怎么说呢？他就是要选票嘛，对不对？要他的群众嘛，我把它叫做革命群众叫革命群众，后一个革命群众跟前一个革命群众有冲突，结果就让现在的这个叫做支持民主党的以色列人就很不高兴。美国有一个这叫做前参议员叫做 Joe Lieberman， 他是昨天去世的。前天他写了封信，去世前写了封信，公开信要写给这个拜登看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说，他说我们一直支持你们，我们犹太人，但是如果你放任这些个叫做反犹太的这些哈马斯或者支持阿拉伯人持续攻击以色列的话，你不能假设我们对你的支持是想当然的，我们未必会支持你，而且我们未必在家待着。这什么意思未必在家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放弃投票，因为大家知道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明尼苏达州和这个密西干州因为伊斯兰教的新移民很多都集中在那2个州，所以在那2个州能选出他们的国会议员，他们在那影响力很大。在美国初选的时候，民主党初选的时候，这2个州跑了10万票。不对，说错了，密歇根一个州就跑了10万票。什么叫跑了10万票？他们就决定说，公开说我们不投票，不支持拜登，我们在家待着 ，stay at home， 就是弃权票的意思跑了10万弃权票。那么这个 Joe Lieberman 他就说呢，他说我们到时候我们犹太人不会在家待着，他啥意思他说我们会投你的对手去。所以他说，如果你善待继续支持以色列，倒也算了，我们会持续支持你；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支持你的，我们会支持共和党。这就是现在民主党内部的这个盘面出现的一个分裂因为他们2者的冲突嘛，所以拜登变成说像双方都能够怎么讲呢？都能讨好是做不到的所以就看前面怎么样了。我自己认为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大概率事件民主党会逐渐的离犹太人会逐渐离民主党而去就跟我们很多亚裔，我们亚裔在传统上也认为我们是民主党的革命群众对不对？那慢慢我们会觉得跟我们家庭观念、跟我们的传统观念是不合的，我们会有我们的想法。所以对犹太人跟亚裔很像这个方面非常像。所以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离开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犹太人会越来越多。就像哈佛大学的那个校友叫 Bill Ackman， 对吧？和包括像这些方面的人吧，就越来越多。那么苏米说，绿教和白左的票比正常犹太人多，对，犹太人票不多，犹太人只有3%，但犹太人很有钱他政治影响力非常大，所以他用别的方面会抵抗他的影响力。其实我认为，他如果抛弃犹太人，然后去讨好伊斯兰教的话，对民主党是得不偿失，因为犹太人钱真的很多，实力真的很大，对。但是我从民主党的角度去考虑我替他们说话的话，我觉得他会得不偿失。所以我觉得一个政党呢，我觉得还是要有原则，你得有你的原则，你的原则是清晰不变的，你的原则不能说是谁票多就跟谁走，
这样是不行的，不能长久，一定会出问题啊。嗯，好 ，Celine 注说变性群体毕竟是少数，老白为何要讨好这帮人？对呀，你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好，你就会想不通，对不对？What's wrong with you？ 你 know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哈，变性同性恋，它在它的兴起根本上会摧毁基督教的信仰，会摧毁基督教的可信度。一个基督教盛行的、被广泛尊重的社会，然后跟基督教完全冲突的同性和变性却大行其事，基督教还怎么成立得了呢？所以他推这个事情不是为了选票，而是为了要打掉美国的基督信仰，是这个缘故啊。对，大家能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么个关系。所以呢，他其实他的意思很深的哈啊。还有苏米说，川普把死亡警员的房贷还了。我看到这个有这样的传闻呢，我后来查下来不是这样的哈。我觉得是一些中文的推特没有他搞清状况，就直接写出来，大家就以讹传讹，认为是这样子的。当然了，川普会不会还他的这个房贷？我觉得他如果有机会他会的。但是呢，不是川普的川普的基金会还的哈，这是一个叫做 Tunnel to Tower Foundation 啊，是他们还的啊。这一点我觉得我反复查了，因为不但有观众跟我说川普把它还了，我查了不是这样的哈，没有，不是川普哈，别人先把它付掉了。OK，Truth 说方伟的节目总是非常值得信赖的，谢谢谢谢啊。但是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看到不足的话，大家可以提出来哈。我是这么个态度啊，因为我是个媒体记者的背景出身，所以我对于真实呢，我是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尊重啊，我不会胡说八道啊。我不确信的事情呢，我也不会说。我要是没有把握的话，我要说的话，我就会跟你说我没有把握。这就是我表达问题的方法啊。对。那么，但是你如果说有什么错的话，你也指出来。我如果有错的话，我就一定会说错。我不会为了维护自己的什么东西，我就说，我就硬抱着错的，我跟人家辩论哈，就是我对，就是我对，我不会那样的哈。因为真实是我的第一生命，真实也是媒体人的第一生命。OK， 对 ，AK 阿肯色又有桥被撞了，阿肯色又有桥被撞，真的吗？啊，就刚才说的哈，在哪里？给些那个新田给些具体的情况，在哪里撞了？要俄克拉荷马可不是阿肯色啊。哦，你写 AK 州是指俄克拉荷马吗 ？Celine， 好。素串 Dumpling 说喜欢方老师的节目，天天看的，谢谢了啊 ，Thank you very much。好，看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呢？我看我还有什么问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还有一个，我其实还准备了一些内容哈。Lucy 说，2020年大选有很多头脑清晰的亚裔投票给了共和党，和川普。所以2024年大选还会有更多的亚裔投票给川普，对，差不多是这样哈。我觉得美国是这样的，美国是两种，一种叫老侨，一种老侨，一种是新侨民。老侨呢，就是已经结成社团了，他们在传统上确实他们是民主党的盟军盟友。OK， 那么新的移民呢，一般就没有结成什么社团，结成什么政治势力，这些人就比较 individual 哈，就比较自由意志，所以呢，就对。这些人呢，现在是比较倾向于美国的保守派，因为跟自己的家庭理念哈、传统观念相合，而这个老侨呢，基本上还是民主党的这么一个盘面。OK， 对，川总去了守灵会，当日返回了佛罗里达。我想你讲的是星期四的事情，对吧？好，我看下面呢，我有一个事儿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昨天的消息啊，《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社论，讲的是美国的电网问题哈。我们都知道前几天，马斯克跟川普有在讲到马斯克的关系的时候，他说我跟马斯克关系都很好啊，我们就一点点不同就是电动汽车的问题。他说美国不能搞全国电动汽车，因为我们的电网不够，我们的供电系统不够。华尔街日报呢，就昨天就发表了这么一个专文哈，他就说拜登一直在对气候危机发出警告，但是呢，他有两个问题：第一呢，他现在的政策帮不了什么事儿，也不能帮助缓解气候危机；第二呢，他的气候政策却加剧了美国迫在眉睫的供电系统的危机，也就是川普所说的哈那个电网危机。这个危机现在非常紧迫，很多人都意识不到，但这个危机本来是可以完全避免的。
怎么讲？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啊，未来5年呐、美国的电力需求的预测已经比1年前翻了1倍了。主要是3个原因，第一个是大量的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在建立，而数据中心的使用的电比传统的非人工智能的需要的电多少？大家知道多少吗？多100倍啊！那个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那个用电那运转是非常非常快的啊，用很多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联邦补助的制造厂，一般就像 Intel 啊这些半导体厂联邦补助的这个厂，他们的电力因为联邦的钱进来嘛，所以这个对电力的需求突然增加很多。那么第3个就是政府推动的电动车的过渡，电动车需要插电啊，所以呢，像乔治亚州啊，电力它在最近的把这2031年的冬季电力需求的预测提高了多少倍，你知道吗？提高了17倍啊！就是7年之后的冬季电力的这个需求，那么比预测的提高了17倍，要多17倍。俄亥俄州呢是在那里会建这个 Intel 的这个它的芯片厂啊，200亿美元的芯片厂也将增加对俄亥俄州的电网的供应，这个电力的压力。那然后呢，这个叫做美国13个中西部州和东北部州的这个批发电力市场，今年也会把它这个15年的年度需求预测翻1倍。OK， 等纽约州北部啊，这叫什么来着 ？Upstate， 纽约州北部一个新的叫 Micron 叫做星光的芯片工厂，到2040年16年之后，它需要的电力将达到整个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2州的总和。一个工厂它需要的电等于2个州的总和，这电从哪里来？所以呢，这个电力短缺现在已经导致新建的数据中心推迟了2到6年的建设时间。以至于科技公司自己开始进军能源行业，不然的话，他先建的这个数据中心连电都保证不了，就自己开始办电厂。亚马逊呢，本月用6.5亿美元去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核电厂，去供电好给它供电它的数据中心，夸张到这个地步所以呢，总而言之吧，这是很多别的话我不多说了总而言之，美国的公用事业将被迫不得不更多的转回到天然气、煤炭和核电厂来，这样来满足激增的需求。但是，因为目前拜登的这些政策这些叫做叫化石燃料工厂和核电厂一个个在关闭，因为它不能这种东西大量投资的，你要重新在这扩大产量的话，你要觉得这个工业在未来是没有希望的，谁会投钱？没有人会投钱，没有人投钱，你就不可能保证这些化石燃料的增加。那么美国的这个电力危机就看着就要来，这就是目前的一个问题人为的一个问题。对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吧。总而言之，对，好。这3个桥大家有点搞不清楚。是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阿肯色河桥。Arkansas River Bridge。好，谢谢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是在 Oklahoma 这个州的，它有个河叫阿肯色河。阿肯色河不是阿肯色州阿肯色河上的大桥，一个船把它给桥墩给撞动了，但怎么回事？那我们真得看了，这个船什么船啊？是个波船，是个本地的波船呢，还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航船？怎么样情况 ？OK， 好吧。它没有撞断，就是撞了。你隔得太远，这个效果可能不太好好的 ，Melissa 常说那我们再说好了看看这信天说的意思这个跟那个是个波船，就是内河的波船对，撞了桥墩一下，也没撞断。OK。那个波船呢，就是它左边就撞瘪进去了。OK。桥墩目前没有大问题。好吧，这基本上撞桥墩没撞赢开玩笑了，确实你撞桥墩你不一定撞得赢但是就说不知道原因。现在不知道原因OK， OK， 好的，那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别的这个一些问题要那个。好，那么Truth 说，民主党绝对不是基督徒，否则他们就不会做出那么多违反圣经的事情来，甚至把复活节命名为同性恋节，它叫变性恋节变性恋比这个同性恋还要变性，比同性恋还要厉害大家知道拜登他说他是个天主教徒，现在媒体上已经在说拜登是叫做什么声称的天主教徒所以呢，对一个天主教徒其实在很多方面比基督徒还要怎么讲呢？重仪式
他居然会把两件事情啊，第一是复活节彩蛋不能带宗教色彩，宗教节日的彩蛋上的艺术不能带宗教色彩，这本身是什么东西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把同样这一天命名为变性节可见日。所以你什么情况哈？克里斯蒂娜说，台湾人到了香港一夜清醒了，可是还有不少人不了解香港在发生什么。对，没错，真的是香港真的是拿自己给全世界上了一课，拿自己的性命，拿自己这个城市的命给这个全世界上了一课。所以世界千万不能忘记香港，不能忘记香港的经历真是这样的。好，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Christina 说假日了，方伟该带太太出去散散心，别老窝在家里。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Christina 的关心是应该但明天好像已经排满了，怎么办？方伟老师，你对民主党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吗？没有太了解，但是我知道呢，台湾对民主共和两党都在努力经营，台湾试图不去选边站台湾也不能选边站。所以台湾在那个 TACRO 在美国的叫做经文处不叫经文处，叫做什么来着？台湾在美国的大使馆叫什么？经文处是领事馆经济文化办事处。在美国。对 TACRO 好，那么在对，那他们非常勤奋我以前在国会也经常做一些 lobby 的工作的时候，经常碰到他们的这个台湾驻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每天在国会跑，中午在国会吃饭，我有时候跟他们碰见，跟他聊聊天，很敬业就是真的叫做德不孤必有邻这个台湾的善良会给台湾带来保护，所以呢，所以我想我不太了解，但我觉得关系应该是不错的但我想台湾跟共和党之间的关系也会不错。苏米说，新格兰地区的人民是不是特别鸡贼？他们有的时候行政人员会投给温和派的共和党，不像东西海岸的兰州真的信民主党那一套。是我也不太了解说实话，新英格兰的地区，他那么蓝呢，其实我都不太能理解，我没去研究过他们总而言之，他们都属于那种很 intellectual 的那一面以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中国那时候，共产党讲一句话叫"知识越多越反动"，天哪，在美国是有点像这个知识越多越反动，但应该不是这样，只能说美国的高校系统，从哈佛这类高校系统非常的左。方伟老师很久没看到跟江峰一起做节目了是对我这样吧，我把这句话我 copy 下来，我转达给江峰我来跟江峰一起应该多做节目 ，OK。好，反正大家只要写给我我正好借机跟江峰说对，因为江峰跟我都非常忙，现在又不在一个地方，是时区不在一个地方。Narrow Phoenix 说，我不得不说我不支持这个想法，因为从军备到武器的支援，再到更多的地方，民主党除了卖掉台湾还是卖掉台湾。OK 是吗？是这样吗？我会觉得民主党支持台湾呢，没有那么的大手笔，没有那么的怎么讲，没有那么的决断共和党比较干脆，但是民主党会卖台湾吗？我还真不知道好，Masumi 说希望方伟和江峰再做节目是明年川普的复职典礼 ，I hope so 。OK 在台协会对没，我刚才说的是台湾在美国的那个叫 TACRO 对不对？TACO 全称叫什么？经济文化办事处是吧？对，经济文化办事处对 TACO。Narrow 说，举个例子，拜登承诺的 F-16，一年又一年的推脱，最初2021，现在又拖到2024。OK， 这个事情但我不知道这是政治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军事原因。因为2022年这个打起仗来的话，乌克兰打起仗来，台湾就得往后站了他就往后站了，什么都压不到，排不到优先级，这是有可能的。所以那台湾就得努力去催促对，但是就是说，共和党呢会在中共问题上，两党现在是一致的但共和党会比较强硬、干脆、决断，这是我认为确实是个区别。民主党比较优柔寡断虽然也是那个方向，他做的就比较优柔寡断，比较慢一些，这是我的看法。
OK， 小雨说，方伟纠正你一句话，拜登失算了，不是失算了，而心里根本就没有人民。Yeah, I know what you mean. I know what you mean. Yeah， 对，我知道你说的意思，我也同意啊，我也同意。Yeah，OK。还坦克 M1，就是 M1 坦克是吧？已经拖了整整5年，这样子啊，那确实是，因为台湾的军援确实是不能够，台湾对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实力求和平。台湾的军力越强壮，台湾就越安全，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要打啊，就直接会那个。如果川普回归，油管限制取消，会重新做2020年相关问题的视频吗？哎呀，你真是问的都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啊！如果我有自由度，我一定会做。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建议大家要在干净世界注册一个账号 ，OK？ 如果做了这个频道就没了，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对，所以这真的是，Nero Phoenix 说，韩国40架 F-35都到了，区几十架 F-16都没拖那么久吗？哦，这样子啊，那如果真是这个问题，那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但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事儿哈，所以我说不出来太多。OK， 好的，那我看看啊，好像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解答得了哈，这是 Gilson 说的，想请问您对 Visa Master 开始大规模针对各大平台的日本 ACG 画风，断绝金流的强迫手段有什么样的想法？是否全是来自于 SJW 等团体的关系 ？Sorry， 我不了解哈，没有研究，真是抱歉哈。好，关于台湾这个军援的问题，也许是个问题，我会留意一下哈。也许我会研究看看，我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事实真相跟大家说。好的，那行，那今天差不多就这样了吧。结尾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我昨天结尾的时候跟大家交了底哈。我觉得美国建国之旅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行程，但是我们居然没报满名，我觉得非常的让我很 surprise 哈，让我很吃惊。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行程。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要是能来的话呢，就请大家来捧场吧哈，请大家来捧场，能加入我们的这个 bus 行程，那确实是我们管吃管住，大概就是2395块钱。然后呢，总之吧，我觉得像西湾 Fleet 啊、斯考森教授啊，这个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哈。好多很精彩的地方，也包括说那个 Francis Scott Key 这个大桥边上的麦克亨利堡，还有莱克星顿枪声的一个历史复盘。还有五月花号的当时的这个船哈，还有关于五月花号的所有的故事，还有波士顿的宪法号的战舰，还包括这个华盛顿呐，本是把美国军队等于是诞生啊，正规军诞生的伏击山谷，还有说华盛顿在最阴暗的时候那么的反击，绝地反击华盛顿渡口，还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的最后一场仗哈，就是约克郡的战役，还包括说华盛顿的家。福农山庄真的是那个地方，真的值得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过这个福农山庄，如果去过的话留个言好不好？我看有没有人去过哈？福农山庄，弗吉尼亚的福农山庄，在那里呢，西湾 Fleet 我们的华人的草根这个叫做英雄人物啊，西湾 Fleet 会在那里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经历哈，从政的经历，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图书馆管理员，怎么会走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舞台之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吧，我就这么说吧，请大家来参加，就支持这个行程，我们把这个行程打造好，也让斯考森教授满意啊，让大家当然有收获。OK， waiting for a day back. I have never been to those historic sites. Yes, understandably, many people did not. 所以呢，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好不好？能够参加这个行程，好吧？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很多人在问说什么时候做推特空间。I want to do so， 但是最近有些忙吧，只能再等一等哈。对 ，Christina 说谢谢了。现在美国确实晚上快半夜了，也不是半夜，10点快11点钟。Yep， 好的，好，谢谢啊，非常谢谢大家的参加。那么感谢您的收看，我们那就下次节目再见喽。走之前记得点赞哈，谢谢大家了哈，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都帮助这个节目传播给更多的人。好，谢谢大家来到周末的直播问答，我是方伟，祝你有个愉快的星期天，下次节目再见，拜拜。